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任命我为新事业部的技术总监，我去任职，发现这是裁人的手段。我讨要说法，上司骂我是垃圾。他不知道离开我公司会有怎样的损失。我们和朋友创业，很快实现爆炸式增长。没多久，我在公司面试时见到了他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3岁生日刚过，我从任职长达8年的公司离职了。我没有恐慌和焦虑，相反，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我被上司告知，我利用个人时间完成的智能化软件被公司看中，准备成立新公司孵化这款产品。我作为新软件的搭建者，被任命为技术总监。项目组内有几个老同事，也被安排进了这家公司。我激动万分。很快，我向公司提了离职。今天我来到新公司办公地点，非常兴奋，不停地给张晴发微信，分享喜悦的心情。张晴是我的女朋友，也是我公司的同事。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，我们一直保持地下恋，直到现在，公司也没几个人知道。我发了10几条消息，他一直没回，可能是在开会吧。我心想，我走出电梯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整个人都炸了。几个和我一起离职的同事站在新公司办公区，激动地和前台确认着什么。他们告诉我，这里根本就不是新公司的地址。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，核对了3遍，又确认了3遍，地址没错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心说，宇哥，你问问万总。我点点头，发消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我们心中都有不好的预感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现在去核实下情况。他们面如死灰地点点头，离开了。他们都结婚了，要养娃还贷，如果真有意外，没有补偿，根本扛不住2个月。我一直给万元打电话，一直处于未接状态。我冲到公司，保安死活不让我进，前几天还和善的前台，这时候完全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冷冷地让保安拦住我，万元的身影从我的面前一闪而过。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推开保安，冲进万元的办公室。他一脸平静地看着我，他示意他们离开。我知道战斗开始了。8年前，公司不足10人，尚在创业期。那时我负责编写核心代码，是项目组负责人。很快，公司做出了第一款 AI 产品 FT 助手，主要用于智能家电中的 AI 系统，实现人机交互功能。当时正值家电市场兴起，产品一炮而红。我们与国内多家巨头行业达成合作，公司规模急速发展，队伍急剧扩大，管理问题也越来越多。我一个人分心乏术。这时，万元进来了，他在项目组做基础工作，很擅长向上管理，经常和公司领导、客户喝茶，打高尔夫，汇报的时候抢功。没多久，他开始代替我出席一些重要场合。我当时一心扑在技术上，没有在意这件事情。我一边想方设法让 FT 更新迭代，同时也在思考着全新的技术实现途径和 AI 全新的发展方向。他一路高升，做到了公司技术总监。虽然他是技术总监，基本上没怎么实际的管过项目，同事们有难题只找我解决，我们分工明确，他处理对外事务，我解决技术难题。公司也在我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好，我把他视为战友，是我最信任的人。我看着他问，万总，新公司的地址是不是给错了？他惊讶地说，什么新公司？我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一般，但是为了跟着我的同事们，我稳住心神问，
前段时间您不是告诉我要成立一个新公司吗？让我当技术负责人。哼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这是他开会的时候说的，他说要保密，我们没有留下证据。你明明说过的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，秦宇，你疯了吗？怎么编出这么可笑的故事？你自己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也配当技术总监？你都没我家狗能干。我在这家公司待了整整8年，我为了按时完成项目，打着点滴在医院加班了整整7天7夜。我为了公司抢占市场先机，私下研究各种技术，提升系统性能。8年时间，我为了公司几乎失去了自己，心里想说无数句话，但最终只说出了3个字：为什么？万源不屑地看着我，悄悄地说，你的项目我给高管都看了，他们告诉我，万源的话如利剑一般直刺我心，那个系统就是一坨屎。他还把我骂了一顿，你做出来的东西和你人一样，都是垃圾。要不是看在以往的情谊，把你留在公司，不然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我看到你都恶心，滚出去！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写字楼。中午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偷偷告诉我，万源根本就没给高管看过什么项目，项目组原本也没有裁人指标，是万源为了在总裁面前炫耀业绩，在开会时擅自领了裁人的任务。看到优化人员名单后，他们也很惊讶，人事主管找万源确认了好几遍，最后才同意了这个名单。我听完后沉默许久，最后问了个问题，张晴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也别怪晴姐，她只是个专员，对公司人事工作要绝对保密，如果私下里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你们都保不住。我点点头，送走他们。我心情无比烦闷，翻开微信，给我唯一的好朋友发消息，不要脸的，今晚出来喝酒啊！我操，失踪人口回归了，欢迎雨神下凡。我飞速按键，下午6点，微醺酒馆。他发了 OK 的手势，并回复不见不散。下午6点，我已经在酒馆里就着花生米喝了5瓶啤酒。程勇到了，看着这个样子的我，也没说什么，自己倒了一杯和我碰了一下，一口喝完。雨神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就把公司辞退我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和他说了。他瞪大眼睛，这种方式的辞退，他也是头一次见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晕晕乎乎的喝了一杯，含糊不清地说，不知道啊，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。他拿起酒杯，试探性地说，兄弟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你技术绝对厉害，但是你这个年纪想找工作有点困难啊。先不说年龄问题，通过面试，万源也会给你穿小鞋。我细想了一番，今天确实和万源撕破脸了，被调的时候他肯定会说不好的话。我苦笑，那怎么办？难不成我回去种地吗？有没有想过自己当老板？你别忘了，你大学的时候随便搞了一个软件，当时好多公司抢着要你都没卖。这个想法确实打动了我。看了看自己手机里的余额，我立马打了退堂鼓。可是我手里的存款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起，我还没有渠道资源，创业实在太难了。程勇接话，我有啊，你和我一起干吧。我怀疑地看着他，上学的时候他穷得要死，我几乎每天给他带饭，他天天嚷嚷着还不起。你，程勇见状，他把手机余额偷偷给我看了一眼，1位数、2位数、8位数。我操！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他还没来得及嘚瑟，我就掐着他的脖子，恶狠狠地说，还我饭钱。早上起来，我就看到了张晴的留言，他约我见面，我还没来得及洗漱，就匆匆赶到约定地点。
我们已经谈了好几年恋爱，感情一直很稳定，快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了。对不起，才人的事情我真的不能说。我和公司签了保密协议，如果被查出来，我根本赔不起那笔钱。我看着他哭得梨花带雨，握着他的手说：我不怪你，你有你的难处，你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有没有计划？他关切地问。有个朋友叫我去创业，我还没想好。张晴也附和道：创业风险大，你要好好考虑。这时我收到了程勇的微信：雨神，昨天答应我创业的，别耍赖皮呀。我送走张晴，就来到程勇发定位的地方。我看着不知道他从哪里找的5层靠海别墅，厨房、KTV、电竞房一应俱全，看着窗外绝美的海景，我吞了口唾沫说：你租这么贵的地方干嘛？程勇对我的反应很满意，笑嘻嘻地说：这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创业。突然他冲我肩膀砸了一拳，我一个机灵：你干嘛？以后别说贵不贵这种没格调的话了，本公子花钱只看心情。我连连点头，过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问：这个地方1个月到底多少钱？这是老爷子给我的18岁礼物，不花钱。我们花了点时间把房间收拾好，程勇就叫我去开会。今天是我们小目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纪念日。雨神，你作为公司的技术负责人，本总裁限你3天之内想个好项目出来。正在做笔记的我立马停了下来，忍不住问：什么是好项目？程勇瞪了我一眼说：能搞钱的项目就是好项目。3天啊，我有点为难。程勇拍拍我的肩膀说：好好干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想了一会儿，拿出电脑，打开软件，试探地说：这个行不行？他接过电脑，浏览代码，很快他眼睛都瞪圆了。这是 AI 技术？我点点头。这个项目是我自己完成的，就是利用 AI 技术，能够自动编写程序，实现不同软件之间的数据打通，建成数据生态。程勇双眼赤红地看着我，我被他炽热的目光看得有点发毛。我以为他对我的项目不满意，正当我在想说什么解释一下的时候，他抓着我的肩膀说：雨神，你太牛逼了，这种东西是怎么想出来的啊？我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。程勇兴奋地摇着我的肩膀：我之前参加过国际顶尖互联网企业家会议，数据壁垒问题是个急需解决的问题，甚至企鹅公司的老板也对这个问题头疼了很久。他看着一脸懵逼的我：就这么说吧，只要你能搞出来，这东西就不愁卖。他来回踱步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：接下来我宣布2个重要的事情：一，这个项目公司全部投入，你就一心扑在这个项目上，项目被认可，我也很高兴。2，我们公司的名字要改成几10个小目标公司。说到这里，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，露出了猪哥般的表情。很快他恢复原样说：秦总，你现在开始组建项目团队吧。我最先想起了跟我一起离职的同事，我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事情，都拒绝了。最后我给江欣打电话，并和他仔细地说了这个项目的事情。江欣沉默片刻，最后说道：宇哥，很抱歉，如果我年轻5岁，我肯定跟你干，但是我现在不行，压力太大，不敢冒险。我叹了口气，我理解他的处境。你找到新工作了吗？我早上刚刚接到万元的电话，他向公司申请，已经让公司给我发了复聘的 offer， 待遇涨了 5%， 工龄按照之前的后延。我惊讶地问：为什么突然复聘你们回去？江欣愣了一下，悄悄地说：
听说我们之前维护的系统稳定性出了问题，万元被总裁施压，让他半天搞定。他懂什么？现在就剩几个小时了，他连问题在哪都不知道，只能舔着脸给我们打电话，让我回去解决问题。我听到前公司的事情，情绪立马不稳定，缓了一下，和江欣寒暄几句，挂了电话。下午10分，程勇回来问：招到人了吗？我无奈地摇摇头。他沉思片刻说：你需要什么样的人？写给我，我找朋友想想办法。我摇摇头说：模型的基本方案都搞定了，现在就差模型训练，涉及机密，招人要慎重。如果实在没合适的，我一个人先顶着吧，不影响。程勇点点头，拿出一串车钥匙说：庆祝公司成立，走，我们出去嗨皮。去哪？他嘿嘿笑着说：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和程勇并排坐在游艇的甲板上，守着钓竿。我一边擦着鼻涕，一边裹着毛毯瑟瑟发抖。这就是你说的有意思的事情？程勇紧盯着钓竿，低声说：钓鱼都不喜欢，你不会除了上班不会干别的了吧？我本想反驳，细想了一下，发现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快，看着鱼竿浮漂一抖，就赶紧拉。第一次钓鱼的人运气都不错，浮漂开始起伏。我见状赶紧收竿，拼了老命的拉上船，竟然是条长达1米的石斑鱼。程勇抱着我大喊大叫，我一边大骂他死玻璃，一边用力推开他。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，是江欣打来的。宇哥，系统的问题是底层代码和硬件不匹配，我们都没有人参与过底层代码编写，现在只有你能修了。我一心抵御着程勇的骚扰，他的话没听全，随便回复：你等等，我被一个死玻璃纠缠，待会儿再打给我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折腾了许久，程勇终于不找我了，而是抱着那条石斑鱼使劲亲。我一阵恶寒，拿起手机，我刷到了网站关于 FT 助手的新闻。FT 助手瘫痪，多款智能家电品牌下线。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还是江欣打来的。我没有犹豫，接起电话，直接说：我只接万元的电话。拒接了几通电话后，那个熟悉的号码出现，我冷笑着接起：万总，久违了。万元已经失了分寸，噼里啪啦地说着，然后气喘吁吁地说：你清楚了吗？我坐在躺椅上，喝了一口热咖啡，不紧不慢地说：你再说一遍。万元气急败坏：秦宇，现在没人跟你开玩笑，你看到新闻了吧？FT 助手从来没有出过这种问题，这都是你搞出来的系统，适配性太差了。他的声音很大，把程勇都吸引过来了。我对他的话无语到极点，他难道忘了昨天的事情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是谁呀？你不会说话，回去和你爸妈好好学学，有事别找我，我没空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程勇怪异地看着我说：在这种傻子下面工作这么长时间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一脚把他踢出2米远。滚！万元又打了几通电话，我一直拒接。他开始给我发微信：秦工， FT 是你一手做出来的，你不想看到它垮掉吧？如果事情再闹大，整个项目组要优化50%，请你帮帮忙吧。我看到这条消息，眉毛一跳。真的吗？万元的信息立马发了过来。当然真的，总裁已经在管理群下了死命令了。我看了看不爽的程勇问：老板，要是有不错的人选进咱们公司，能涨薪30%吗？程勇瞪了我一眼，告诉我这种小事不用麻烦他，他在忙正事。太好了，他们要是被优化，我全员接收。
涨薪30%。然后万元沉默了，我以为他到此停手，但是没过20分钟，他又开始发消息了。如果需要报酬，我可以和人事部谈，我按照你时薪的3倍支付给你。我想了想，回复道：1小时1000。万元的消息立马跟了过来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了，咱们赶紧开始干活吧。我思忖片刻，回复道：1小时5万，少1分我都不干。万元沉默片刻，还是回复：没问题，我答应你了。我现在拉你进会议，什么凭证都没有，就想让我干活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万元控制不了，愤怒地发了这条消息，然后立马意识到不妥，随即撤回。我提供什么，你才会相信呢？提供公司的劳务合同，盖章签字后发给我。当然，我还要聘书，也要盖公章。可是人力下班了，明天可以吗？我明天再考虑这事情。我丝毫不客气。1分钟后，万元回复：我去沟通。果然，不出10分钟，聘书、合同发给我了。万元急吼吼地说：我拉你进会。我看着合同和聘书，心中还有些复杂。曾经我想要这些东西，万元推3阻4，一直不兑现。现在我离职才2天，他主动发给了我。这人啊，就是贱。我问了旁边的程勇，有人让我干活，出价1小时5万，我干不干？他差点把拖鞋呼在我脸上。我给他回了3个字：我拒绝。这时，游艇到达的地方没有了信号，接收不到任何消息。我们在海上待了一夜，早上回到别墅，我才看到 FT 的消息。FT 助手没能按时维护，导致终端客户产生巨大损失。各大客户开始收集证据，打官司索赔。公司也因为这件事情股价大跌，蒸发了几百亿市值。我也接到了江鑫等同事的留言，他们因为没按时解决异常，替万元背了锅，又被公司裁了。但至少这次他们是有赔偿的，比之前好很多。我也给他们发了消息，让他们过来，直接涨薪30%。不到下午，江鑫几人就来到了别墅。他们看着办公环境，发出阵阵惊呼：宇哥，我现在佩服死你了！那么超前的框架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这种程序的适配性在行业内绝对是顶尖的。我之前没看过底层代码，这次看完以后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字：服。我好奇地问，万元说这次的事故就是因为适配性啊。江鑫无语：什么呀？这次的事故完全是因为它乱升级，升级方向和底层代码有冲突，是他自己搞出来的。我也无语，于是问道：那最后怎么解决的？我们也是翻遍了你交接的资料，当时针对迭代可能出现的问题有解决思路，我们顺着思路解决了。我点了点头。我原来交接的电脑里确实有很多资料，不仅包括我对 FT 助手可能出现问题的思考，还有现在模型的概念设计。我安排江鑫他们住下，签完劳动合同以后，江鑫等人一脸期待地看着我问：宇哥，我们新公司的项目是什么？我嘿嘿一笑，就是我们前几天因为他离职的项目。江鑫等人听到后兴奋不已，他们原本就比较看好这个项目，因为被前公司欺骗而感到可惜，现在又听说可以推向市场，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。这时程勇回来了，他和江鑫等人打了个招呼，就跟我们说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：企鹅公司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，他们总裁让我们2周内把出版软件做好，现场演示，并且做技术答辩。兄弟们，我们得忙起来了。我惊讶地掐了掐大腿，发现剧痛，赶紧带着人去忙了。这时候，
我接到了张晴的电话，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问我的近况。我如实告诉了他。他说，前段时间公司太忙了，最近缓过来了，他这几天抽空会请假过来照顾我。我心中一暖，发给他我们现在的地址。我和张晴的通话，江欣无意间听到了。江欣问，宇哥，你还在和张晴谈恋爱吗？我点点头。他是原来公司为数不多知道我和张晴关系的人，你有没有觉得他这段时间不太对？他试探性地问。我细想了片刻，摇摇头，没有啊。他怎么了？他犹豫片刻，最后说，没什么。我笑骂他几句，督促他赶紧干活。现在的模型还需要大量的数据训练，我们的任务很重，用我之前收集的数据来训练，根本无法满足训练量。江欣他们在用现有的数据训练模型，而我在处理更加紧急的事情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数据量不够的问题。我之前也搭建了专项条件下的数据生成模型，但是之前的边界条件根本没考虑到企业公司的特定条件，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模型需要大改。我几乎好几天不眠不休，一直在完善模型。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，我们几个人吃饭、喝水都成了问题。幸好张晴来了，她请了事假过来，做好了我们的后勤工作。我们的工作步入正轨。终于，在第二天我们要去见客户的前2天，我们完成了最后的模型训练。模型在测试环境下稳定运行率已经达到99%，基本上可以应对所有的突发情况。我们看着近乎完美的模型，不由得狂喜。积压许久的压力也需要释放。在张晴的提议下，我们决定在海滩开一个夜晚 party， 程勇也全力支持。他拍了拍裤兜，意思是花多少钱他报销。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，烤肉、海鲜一应俱全。江欣等人还拆了程勇珍藏好久的 XO 和 Whisky， 心疼的程勇脸都僵了。也许是压力太大，我们平均每个人都喝了1瓶多的洋酒，最后无一幸免，全部倒下。第二天早上被闹钟叫醒，张晴已经离开，桌上放着热气腾腾的早餐，见客户的衣服已经放在沙发上，我的办公电脑也整理好摆放好了。我和程勇吃完饭，直接出发去企业公司。在前台的指引下，我和程勇坐在会议室等着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我把今天要讲的内容复盘了好几次，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早上10点，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，会议室的门打开了。我们以为是客户，起身欢迎，但是一个绝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人竟然走了进来。万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下意识地说，这不是被我辞退的员工吗？这要巧，你也在这里。看到万元，我心中有不好的预感。他笑呵呵地走到我们身边，低声说道，你上次让我吃了大亏呀，这次我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了。我毫不客气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你还是没吸取教训啊！你！万元怒极。这时，企业公司的人走了进来，我们全部都站起来欢迎。企业公司出席会议的只有一个人，年约26，穿着职业装，头发简单扎起，显得极为干练。你们好，我是分管总经理的特助黄一莲，这次项目全由我负责。万元笑吟吟地说道，黄经理，我和徐总是老熟人，经常一起喝茶聊天，他老是提起你做事干练稳重，他很器重你啊。黄一莲不咸不淡地说了句，谢谢万总夸奖。他坐下后说道，我们开始吧。万总，你们先来吧。
万源连上电脑，开始了他的讲述。他原本口才就极好，讲话很有感染力，枯燥的 PPT 在他的讲述下很有故事性，看得黄一莲连连点头。我看着万源的 PPT， 脸色煞白。万源对于这个项目构思、架构的设计、功能的匹配，竟然和我基本一致，哪怕在一些细节上有区别，但是核心一模一样。我和程勇都感觉不妙。万源自信满满讲完，黄一莲忍不住鼓掌。等到我开始讲的时候，由于过度紧张，我把之前准备好的东西全忘了，只能看着 PPT 想到哪里讲到哪里。原本构建好的逻辑被我拆得稀碎，我还时不时发挥一下，效果更差了。黄一莲听着皱起眉头，听到后面实在没意思，他索性在本子上开始画画。我心灰意冷地回到座位上，程勇捅捅我的胳膊，示意我不要放弃。还有答辩环节，黄一莲问了几个很简单的技术问题，万源回答时，他认真的记录。我回答的时候，他只是看着我，没在本子上画一笔。他仔细检查了本子上的笔记，没有遗漏后，他问出了最后的问题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公司目前的财务情况、人员情况、设备情况是怎么样？万源听到这个，抢先回答：我们公司是国内最好的系统解决服务商，为国内多家巨头企业提供过系统服务。我们每年研发投入高达10几亿，完全有能力支撑这个项目的研发。我们创新中心一共有300人，分为架构部、算法部、研发部、产品部、测试部、设计部。架构部就有80人。我们中心具有国内最领先的算力系统。黄一莲听完连连点头，微笑着说：我们接洽仅1周多，万总就有了这么详尽的项目计划，看来贵司的研发实力确实名副其实啊。接着他问我们：你们呢？公司成立多久了？我和程勇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回答：成立10来天了，公司4、5个人，设备吗？就有几台电脑。黄一莲皱着眉头把情况写下，最后说道：你们把之前要求好的软件样品给我，我们会进行测试，测试结果也将影响这次供应商的遴选。我们交完 U 盘后，万源接了个电话，急急忙忙就离开了。黄一莲送我们到门口，我忍不住问：黄小姐，我们是不是没戏了？黄一莲看着我憨憨的样子，笑着问：为什么这么问？我支支吾吾的没说话，她的笑容更灿烂了，说道：我们很重视合作伙伴的，不会草率决定，要依据企业文化综合选定。你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？他指了指前台金灿灿的4个大字：技术为王。回到办公室以后，调出了当天的监控，发现唯一有可能盗走我们软件的就是张晴。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结果。他为什么要偷走软件给万源呢？江心迟疑了片刻，说道：宇哥，有个事情现在我必须得告诉你了。什么？张晴好像和万源的关系不一般。关系怎么不一般了？我看着江心躲闪的眼睛问，最后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揪住江心的领口怒吼，说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在公司听说张晴和万源的关系一般，有人看见他们在茶水间一起进出。江心看到我的脸近乎狰狞，他吓坏了。这也是公司的谣传，没有证实，我不敢告诉你啊。程勇一脸严肃地拉开我们，看着喘着粗气的我，说道：你先冷静一下，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。我有些心烦意乱，应了声就往房间里走去。
程勇担心地看着我，轻声地说：“雨神，你是队伍的主心骨，赶紧调整过来，我们还有下一场硬仗要打。”我回头看了看他，点点头，回到房间。我在极度的痛苦中度过了5天。最后，程勇拿来了他找到的证据，是一段不堪入目的视频，还有他们的私密照。原来万元的老婆早察觉到不对，早就开始调查，而且已经拿到了一些证据。听说我也在找证据，他就把证据提供给我。万元的事情我也打听清楚了，上次那么大的事情，他立了军令状，1个月内让股价在原来的基础上涨30%，如果达不成，他将会失去所有的股权和期权。他刚好听说我们在和企鹅公司接触，他看了一遍你离职交接资料，决定用这个项目换自己的前途。他动用全公司的资源，没搞出来，就让张晴来偷了。我吧唧吧唧地抽烟，沉默。在烟雾缭绕之下，程勇问我：“你怎么打算？”想起这一桩桩事情，仇恨在我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。程勇见状，欣慰地笑了。这时电话响了，我是黄一莲，下午2点到公司来密聊。我们按时到了企鹅公司，还是在那间熟悉的会议室。黄一莲还是一副干练的样子，这次她的表情柔和多了。她微笑着和我们握手，安排我们坐下后，直接进入正题。有个好消息通知你们，恭喜你们进入第2轮考察。第2轮考察比第1轮更难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程勇最先反应过来，赶紧说：“我们会全力配合。”黄一莲点点头说：“你们的软件我们已经测试了，稳定性还是没达到预期。第2轮你们要控制到99%，如果达成了，我们就可以签合作协议。”我皱着眉头说：“稳定性的问题应该就是数据样本的问题，很多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来的，但是这些数据不涉及具体的运营数据，这个需要你们来提供，单靠我们解决不了。”黄一莲脸上露出赞许的神情，他从文件夹中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们，涉及我们公司的机密，咱们把保密协议签了。我和程勇一脸不可置信地走出大楼，程勇很不像样地扇了自己几耳光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帮着他扇了几下。接下来的2周，我们疯狂地加班，处理模型训练的事情。期间张晴也断断续续给我打电话，不是侧面打听企鹅公司的事情，就是想过来探听消息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我以项目失败、公司处于即将解散状态为借口，拒绝了他。我们拼了老命，赶在最后1天把模型交了上去。万元这段时间也没闲着，虽然没有拿到最终结果，但是他已经让媒体开始造势，和企鹅公司即将达成合作的事情频频出现在各大平台上。前公司的股价止跌反涨，仅仅1周时间就快恢复到之前的水平。1周后，我们接到了企鹅公司的通知，双方正式达成合作。消息一经发布，老东家股价再次下跌。这一次前公司的股价短时间内再也没有上涨的可能性。万元再也待不下去了，向公司提出了离职。现任总裁听说我是离职后创业的，一气之下把人力部门也来了个大换血。我们全心投入到企鹅公司 AI 系统的定向开发。我和黄一莲的对接越来越多，每次见面他的笑容越来越多。1个月后，系统稳定下来，系统的使用立马让企鹅公司的运营成本下降了30%。黄一莲也因为突出的工作表现，直级实现3连升。企鹅公司的成功
其他公司也很快找上了我们，以最快的速度达成合作协议。公司业务量暴涨，人数急速增长，江欣等人也从技术员变成了管理者。仅仅3个月后，程勇乐呵呵地找到了我，说以公司现在的业务量，几十个小目标年底就能达成。这时，江欣找上了我，推给我一份简历。我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万源的。宇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时，我接到了张晴的电话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保持着正常的联系。为了不让他起疑心，我还是保持着以前的态度，甚至对他更好，定期支付他的信用卡。最近，他也习惯了超前消费的行为。这次打电话，果不其然，就是为了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他看上了一个10几万的包和好几万的鞋子。第二件事，他告诉家里人，催着他结婚。结婚这个话题，他这段时间经常提及，都被我有意无意地挡了回去。我看着万源的简历，一个想法浮现在脑海。我告诉他，公司为了庆功，订了一个高档餐厅，让他好好打扮，和我一起出席。看到时间后，他很开心，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。万源的终面时间也在10天后，地点在这家酒店。江欣走了之后，我给张晴的父母、兄弟、朋友、同事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我要对张晴的感情有个交代。他们还不知道张晴和万源的事情，都以为我要向张晴求婚。他们高兴极了，一口答应会准时过来。同时，我也告诉了万源的老婆。最后一个人，我告诉了黄一莲。她听完，带着一丝哭腔答应了。我默默地挂断电话，心道：傻姑娘，我怎么会负你？10天的时间到了，到场人员极多，除了黄一莲，公司的全体同事，张晴的亲朋好友，还有万源和他老婆。我忙着招待，和众人寒暄。张晴趁我不在，偷偷拉着万源离开会场。江欣过来告诉我，我淡淡一笑，装作不知道，继续招待着。晚会开始，程勇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，让我上台发言。我镇静地上台，看着台下上百人，缓缓地说道：各位同事、朋友们，今天是公司成立的3个月纪念日。3个月并不长，但是我们在这3个月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。我们和企鹅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，签订的项目收益高达30亿。我们还和其他几家龙头企业达成了合作。成立这3个月，我们预计能够达成营收至少80亿。3个月前，我们被公司裁员，被人骂为垃圾、废物。3个月后，我们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。能够有这样的成绩，离不开大家的努力。我敬大家一杯。我举起酒杯，朝着所有人举杯致意。大家拿着红酒杯一饮而尽。我们的底层软件除了在互联网领域，在制造业、文娱产业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。未来我们将有高达几百亿资金的投入。对此，我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公司 IPO 正式启动，所有同事都将分到原始股份。台下掌声雷动，会场的气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。我微笑地说：接下来，我们有请张晴女士给我们演唱《辞旧迎新》。张晴激动地上台唱歌，我让人暗地里告诉她，她唱完后，我将会宣布和她订婚的消息。那时她就是准上市公司高管的未婚妻，她很快就能达到人生巅峰。万源带着他老婆悄悄走到我身边，恭敬小心地问：秦总，我的面试大概是什么时候呢？我没有看他，淡淡地说：结束后再说吧。他连连说道：好的，好的。他演唱到一半，背景音乐没变，
MV 变成了他和万元开房的视频。视频中，他和万元做着羞耻的事情，一边喘息，一边低声说着：“万总，我已经把秦宇的软件偷过来了，下个月职级晋升的时候，要帮我多说说话呀。”“没问题，小妖精，我好好报答你。”张晴，他的父母、朋友，万元立马目瞪口呆，这不是张晴吗？他怎么和万元做这种事情？张晴的父母赶紧走到我身边，哭着说：“小雨，这肯定不是晴晴，绝对不是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”张晴见下面气氛不对，他回过头一看，当场愣住，话筒也掉在地上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此时全场的目光集中在张晴和万元身上，万元就像狼狈的流浪狗，差点跪在原地。“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证据都在，你还解释什么？”万元已经完全慌了，他本能地环顾四周找替他背锅的人，最后他看到在台上失魂落魄的张晴。“老婆，都是他勾引我的，他就是个狐狸精啊，不光跟我，他还和公司的其他人有染。”张晴和张晴的父母都愤怒了，冲到万元面前，扯着他的头发，怒骂：“明明是你威胁我，我要是不从，你就要辞退我，你少污蔑晴晴。”万元的老婆见状说道：“万元，你竟然婚内出轨，我要回去找律师，让你净身出户。”万元想要拉住他，结果被张晴等人纠缠，他们又扭打起来，全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我朗声说道：“大家，我宣布2件事情，张晴女士有错在先，我单方面和她解除恋人关系。其次，张晴女士和万元先生盗窃公司商业秘密，公司将全力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”万元和张晴等人扑过来求情，保安见状把他们拉出会场，会场再次恢复安静，所有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我拿着话筒，灯光关闭，聚光灯照在我一人身上。接下来，我想邀请一位特别嘉宾和我演唱一首歌，没有他，我们走不到今天。聚光灯跟着我移动，最终停在黄一莲面前。我微笑着伸出手，说道：“黄小姐，我邀请你唱一首《告白气球》，可以吗？”她双眼含泪地拉着我的手，我们一起上台，一起演唱。台下狂喊：“在一起，去吧！”我们相拥。我在她耳边说道：“这次的活动是为了你举办的。”我拿出准备许久的订婚戒指，戴在她的手上。所有人见证了这一刻。最后合影的时候，我站在她身边，悄悄问她：“有个问题，一直想问。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？”她神秘一笑，附在我耳边轻轻说：“我是哥伦比亚电子信息工程硕士。PPT 你讲的确实不好，但是那几个技术问题，你改变了我的看法，思路、方法非常正确。简单几句话，竟然解决我们研发工程师一直难攻克的技术问题，听得我都忘了做笔记。别忘了，我们的企业文化，技术为王。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